哇，這還不錯，很現實。现在已经切换到 Sport， 那我们就用 Sport 的 Auto， 没有办法用换挡拨片了哈。这辆车是一具1.5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 TD 引擎，没有 Direct Injection 的，没有像以前这样有缸内直喷，所以它的动力数据也高過以前的181匹馬力，還有300個牛頓米的扭力，其實是290啦啊，我就說一個300來做成一個整數啦，再配上一個7速的濕式的變速箱 ，7-speed DCT。這次的 Sport Mode 呢，你會發現那個油門是很，怎麼說呢？很敏感的，踩一點點就來，踩一點點就來，而且會感覺到它的動力都會維持在2500轉左右啊，所以那個車是 always ready 有力的。但是呢，在這個時候我踩58%跟88%的動力是一樣的哦，所以感覺上有一點小小的像那個 throttle control 的那種感覺。OK， 它的操控比之前好了一點，被蒸汽有稍微調硬了一點，動力也強了一點。看我過個彎，我補一下油，基本上動力是 always ready 的。渦輪遲緩的這種也好了很多，沒有像之前這樣 lag 了。之前真的是你過一個彎，你補一下油，看有點 lag 的。終於萬眾期待的 X50終於有了上山了。所以我要強制它降檔，就是要踩完那個油門，它才給我降檔。所以我們開一個 ESC Sport 好不好？把那個防滑系統給關掉一半，要不然就 cut 我的 power。畢竟 X50啊還不是很大輛，我覺得它的操控其實蠻靈活的，你懂嗎？現在雲頂沒有以前好玩了，現在可以玩一下哈。還有把我的 ESC 開回來，我給它關掉先。又給我開回 ESC。Oh no， 不好玩，不好玩。
剎車還不錯，很現行。很棒，很不错不错，灵活性很不錯，還可以哦，有波段的精髓哦。這一路來波段的車的操控真的是，它操控真的是不讓你失望的。之前我駕 S70、S90都是這樣子上山的 ，X90、7 seater 那種車啊，哼，我都可以照樣這樣子剎，雖然有點笨重啊那個車哈。如果有一个换挡拨片该多好！而且这次的压箱又tuned到这么好，升档又快，降档又快了。他不给一个换挡拨片，有点可惜啊。BYD Dolphin, you are so fast. Now 今天雲頂有點冷哦，不錯哦。Alright。我感覺上這個是沒有電了啦，所以呢就謝謝你啦，謝謝你啦 DJI， 好用，雖然沒有業配，謝謝阿力借我他的好料。2號檔起步，你單單聽那個換擋聲音就知道它比之前快了。ESC很保護很順暢啊，讓我帶入我觸彎啊。可是我不想要有 ESC 可以嗎？不可以，他把我開回去，算了。踩完油了，OK， 他等到我直線了，他才把我降檔。ESC 在作怪啊！
有 pedal shift， 没有手動模式。在我過彎的時候啊，過彎了，我在踩油，才给我降檔，所以我比較 prefer， 比較喜歡我用这個檔位過彎，所以我一出彎的時候，我的動力是保持着的。我沒有說這樣車沒有力，可是它想要激進駕駛的時候啊，畢竟還是輸了點。OK， 因為那個沒有手動模式。那天我在爸爸媽媽上來，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的，因為我們都踩不大油嘛，輕輕這樣子踩 OK 的，它動力是可以的，又不用強制它降檔，它的力是有在的。那個檔位給我，第一次哦，我一鬆開油門，它還是在那個檔位的啊，不會升檔了。一腳油門踩下去。Alright， 新的 X50， 好駕嗎？好駕。快嗎？快。有力嗎？有力。幾乎完美，真的幾乎完美。缺了一個手動模式，就這樣。Part 3我就會做一個下山的影片，讓你知道，X50下山是怎麼樣啊？最新款的 Proton X50終於呈現給大家看了。我知道大家等了很久，然後我也是等了很久，終於有 Media Card 了。遲一點呢，就會拿 Proton Saga 啦，對嗎？Proton Saga 最近還推出新款的了，所以這款的 Proton X50好看沒有？你們有興趣要下單，記得找我，找我跟小蚊子，我們有賣新車、二手車、Recon 車都有在賣。你要知道啊，這個世界上是沒有完美的車，只有適不適合你的車。如果你覺得 X50好看，適合你上下班，它的油耗也不錯，然後動力也不錯，有沒有手動擋模式都無所謂的，這台車是真的很適合你。上一代的有手動擋模式的，他們呢，很多車主想要做這個換擋撥片，可是呢，很多東西都要從中國運過來，包括那個電板都是要換的，這是我聽說的，所以很麻煩，要不然一大堆人都安裝了嘛，是不是？沒有那麼簡單。在不久的未來啊，我將會試駕一個改裝過的 X50，你們期待嗎？下面留言給我知道，把這個影片按一下讚。所以各位，這個影片就到這邊了。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們呢，不要忘了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還有打開小鈴鐺。我們下一集的 POV 再見啦，我是艾德人，拜拜。